昨天德国焦点新闻看到了一篇对比中美两国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该文的作者是一位过去非常负面看待中国的特约作者。焦点新闻发表过很多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几乎都是负面的。他是一位美国纽约某大学的教授，好像在特朗普上台后，他就离开了美国，返回了欧洲。但今天与各位分享的报道是他到中国旅行之后写的。难道他去看了中国后，三观竟毁了？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现在与各位分享。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更糟，为何中国突然成为德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不久前前往中国旅行还是一场与官僚主义的角力，如今突然只需一本护照即可说走就走。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闭关自守时，北京正发起魅力攻势。中国领导人宣布对德国旅客2025年全年取消签证要求的消息，着实令我惊讶。此前，人们要么需要经历繁琐的申请流程，要么只能凭过境签证入境。这种签证最多只允许停留6天，且不能离开中转城市。乘火车穿越开放的中国，新自由老文化。在这短暂的过境期内，根本不可能，比如说乘坐火车从北京前往上海，这原本是被禁止的。但现在大家可以畅游中国30天，唯一需要的只是一本有效护照。我的旅程始于号称世界最大城市的重庆，随后前往古都西安，参观令人惊叹的兵马俑，接着抵达张家界，那片因电影《阿凡达》而闻名、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峰峻岭，最终在中国腹地武汉结束行程。这座2019年12月新冠疫情最初爆发的城市，中国边检人员格外友善，出入境手续办理十分顺畅，中国民众总是笑脸相迎，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特别热衷于用课堂上学到的英语和我交流。软实力替代遣返监狱，中国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对比。我并未感受到中国正在被西方游客淹没。新规除德国外，还适用于所有西欧国家及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这种渐进式开放能让国民逐渐适应外国游客。目前尚不清楚免签政策明年会延续，还是仅维持试行1年。中国领导人此举旨在将该国打造为开放且富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这是一场旨在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魅力攻势，与我刚离开的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生活10年后，我刚刚重返欧洲。尽管持有有效签证和文件，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我每次入境美国都提心吊胆，可能被拒入境、遭驱逐，甚至锒铛入狱。毕竟，我曾在被特朗普打入冷宫的哈佛大学求学3年，又在纽约大学教授民主理论3年。好，朋友们，下面有一个网络民调，参与者近24万人。他的问题是：中国未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吗？感谢您的观点。咱们看结果，看左边，52%的参与者认为会；看右边，38%的人说不可能，10%的人觉得很难说。好，继续往下。对中国，如同对美国、德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在职业领域从不吝啬于提出批评。我可以毫无障碍地入境中国。然而，在美国，如果边检人员在你手机上发现任何调侃特朗普或其副手万斯的表情包，你就别想入境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早已名存实亡。监控摄像头增多，管控却在减少。中国日常生活令人惊讶。当然，作为访问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客人，保持敏感并遵守当地规则是必须的。我并没有与遇到的人谈论政治，反过来也没有人向我强行灌输政治观点。我观察到的是，中国人都在辛勤工作。由于经济正从疫情余波中缓慢复苏，人们都在为生计奔忙，年轻人在就业市场立足尤为艰难。不过，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并未遭遇过度干预的政府管控，旅途中也从未感到被监视。摄像头确实无处不在，但首尔和伦敦同样如此。特朗普的助攻，看世界权力中心如何转移。这些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至少有一个好处，
高速公路上不再抓拍瞬时超速，而是计算特定路段内的平均车速，只要均值不超限即可。这套系统我真想引进德国。今年赴美旅行人数持续下降，特朗普正不遗余力地让美国失去对留学生和移民的吸引力。虽然这不会让中国自动变成乐土，毕竟当局对批评者依然严厉打压，人权问题也屡遭西方国家诟病。但中共领导层已未雨绸缪，他们预判了习近平强人政治后的中国可能重新开放，矫正过去10年最极端的威权政策。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剩什么？专家共识是，这位总统正在给美国造成永久性伤害，美国的衰退将导致其对全球人才吸引力下降，而中国正在为成为新美国做准备。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正在给中国送上神助攻。好，各位，咱们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希望这股趋势能愈演愈烈。我们美国人很乐意在夏季和年底旺季减少蜂拥而至的游客，尤其是在美国纽约，当基础设施达到承载极限时，现状实在令人不堪重负。看跟帖。不过，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还是会去美国走走。毕竟，大多数美国民众其实热情好客，思想开明。如果将来我女儿在11年级时想去美国交换学习半年或1年，我们绝对会支持。我当年就这么做过。美国终究是友邦国家，美国人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比如他们的实干作风、开拓精神和乐观态度。再往下，你们美国人想要与整个世界隔绝，如果这对你们有益，那也无可厚非。但当一个国家已经在全球拥有如此多的军事基地时，这种孤立主义就难以令人接受了。说实话，我不认为你们真能做到与世隔绝。下一则，这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因为物价飞涨的美国太贵，中国相对便宜。我最近刚去过中国，但绝不会再去。那是个怎样的监控国度啊！摄像头简直无孔不入。下一则，如果文中论点能附上客观可验证的数据支撑，会更有说服力。至于推测分析，我完全可以自行判断。继续往下，确实，首尔和伦敦也有摄像头，但北京的密度显然高出好几个数量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摄像头的用途是什么？在中国的用途是用于公民行为评分的监控系统，以及谁能调取监控数据。作为城市，北京令人震撼，无论是故宫这样的宏伟建筑，还是整体尺度都大得惊人，甚至略带压迫感。若非跟团旅行，我在北京会感到不适，但在美国、首尔和伦敦独自出行完全没有问题。跟贴，您关于北京摄像头数量似乎多得多的印象，若单论总量或许成立，但您忽视了人口密度这个关键因素。根据 CIA 世界概况数据，伦敦每1000人约配备75个摄像头，而北京每1000人仅59个，实际覆盖率明显低于伦敦。再往下，我们在远东地区生活，经常从中国采购，从顶级品质的门窗、家具到高科技设备，连我们房子的建材都大量来自中国。如今凭德国护照免签，花100欧元就能飞中国采购，实在太划算了。中国总能带来惊喜体验。德国知识点评，估计这家伙在南朝鲜生活，或者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德国人把东亚及东南亚统称远东。下一则，在中国人中间度假，恕我直言，他们的文化和饮食习惯与我们差异太大，通常很难让人感到舒适。如果非要尝试，建议选择跟团导览游。看跟贴，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地方去度假。所谓差异极大，究竟指什么？中国游客在德国恐怕也会有类似感受吧。继续看跟贴，这些文化和饮食习惯与我们差异太大。您真的去过中国吗？作为与中国保持28年深厚业务及私人往来的人，
我必须说，中德文化差异绝对没有想象那么大。再看跟帖，我在中国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下一则，中国早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一党制，但美国的两党制也未见得更优越。事实上，美国两党的政策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在我看来，中国并非完全的威权体制，因为执政党内存在多元权力制衡。对于一个人口超10亿的大国，我们显然不能用评判小国的那套标准来衡量中国。继续往下，这也是个好主意，也是段美好的旅程，将帮助德国人更好理解和欣赏中国。再往下，去中国还能更离谱吗？下一则，您好，乘火车穿越开放的中国，新自由、老文化，快速、准时、舒适，甚至还能体验西方招致的列车之旅。好，德国知识点评，看来这位网友坐过中国的火车，而且不止一次。同时，他对被德国诟病的不准时的德国火车深有体会。与中国高效、快捷、准点的火车相比，德国火车真的令人深恶痛绝。再往下，相比之下，欧洲在这方面要开放得多，入境无需任何文件材料，一句话就能畅通无阻。在某些国家，政府甚至为访客提供免费食宿，这恐怕是全球独一份的待遇。德国知识点评，细读了这位网友评论后，我才理解，这是在暗地里讽刺近年来德国接纳所谓难民的乱象。这些难民被德国有关部门分配到各州各县，有的县根本没有安置难民的地方，于是就包下整座酒店来安置难民，最后由纳税人买单。所以他就说了，在某些国家，政府甚至为访客提供免费食宿。好，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可笑，难道现在真会有更多游客去中国？这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好的，各位，不管有的德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免签政策肯定利大于弊，其效果从上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创新高就可看出。因为上半年出入境外国人超过3800万，比去年成长了 30.2%， 其中免签来中国的外国人成长了 53.9%， 光是入境的免签外国游客就超过了1500万。所以来的人越多，就越能打破西方媒体的宣传神话，从而使西方媒体及西方有些政客信用破产。好，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